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，死后进入阴间的人，他们的世界是什么样的？他们也会有家庭吗？也会娶妻生子吗？带着这些疑问，我们开始今天的内容，继续说一说鬼在阴间的世界。儒教里的阴间，在很多人看来，儒教无非就是教人一些君臣之礼、父子之道，一些比较世俗的礼法规范。实际上，关于阴间的概念，很多都是从儒教里来的。比如在古代的世俗礼法中，最重要的一项就是祭祀。说白了，祭祀代表着阳间和阴间的连接，活着的人给死去的人烧纸上供，穿越阴阳两界的礼法规则，为中国人建立起了一种独特的世界观和生死观。比方说，黄泉也叫九泉，不到黄泉不相见，上穷必落下黄泉。所谓的黄泉，说的就是人死后的世界。黄泉路指的是人死后通往地府的路，而黄泉的出处就是儒教经典中的《左传》。在这本书里，郑庄公曾经说过，等我死了以后，将会和母亲在黄泉相见。佛教与道教里的阴间，除了儒教以外，佛道两教也为阴间赋予了各自的色彩。众所周知，阴间的阎罗王其实并不是来自中国本土，它起源于印度教里的阎魔，是印度神话中的死神，人们都尊称他为阎摩罗都、阎魔大王、夜魔天王等。阎魔代表着地狱的主宰。之后随着佛教被传入中国，于是就有了一个中国名字阎罗王。其实印度的阎魔和中国的阎罗王还是存在很大区别。佛教中人死后会不会下地狱受苦，完全取决于他生前的所作所为，也就是恶业是否深重。此时阎罗王就拥有了判决的权利，而那些到阴间报道的人就得接受阎罗王的审判。生前积德行善的就可以当神仙，或者有个幸福的来世；生前作恶多端的就会下地狱，或者来世做猪做狗。可以说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价值观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当然，阴间阎罗王之上，还有天庭里的神仙们也掌管着阴间，而天庭里的神仙体系就源自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。也就是说，正是因为儒、佛、道三教的共同塑造，才有了我们中国特有的阴间文化。鬼在阴间会结婚吗？在《聊斋志异》中有这样一个故事，燕伯和燕仲是一对亲兄弟，燕伯夫妻俩还没生孩子就死了。按照儒教中的祭祀规范，人死后会变成鬼，而鬼在阴间如果要使用上供的祭品和纸钱的话，膝下必须要有一个男性的继承人来祭祀他，否则就是无后，就会变成孤魂野鬼。为了不让自己的哥哥变成孤魂野鬼，弟弟燕仲就将自己的独生子过继给了哥哥燕伯。谁料没过多久，燕仲的妻子也死了。一天，心情烦闷的燕仲外出喝酒，在路上碰见了一个小男孩，竟和自己的哥哥长得一模一样，他就一路跟着小男孩回了家。没想到燕仲在小男孩家里却见到了哥哥燕伯夫妻俩。燕仲恍然明白了，原来自己是到了阴间。在阴间，燕仲看哥哥生活的还挺好，不仅娶了小妾，还生了2个儿子。而燕仲之前看到的那个小男孩，就是哥哥燕伯的儿子阿晓。面对此次的阴间团聚，兄弟俩可谓悲喜交加。燕仲告诉哥哥自己的老婆也死了，现在一个人过得很是悲催。随后哥哥便将自己的儿子阿晓给了燕仲，让他带回人间，并将其抚养成人。临告别前，哥哥还不断地嘱咐燕仲，让阿晓平时多晒太阳，多吃一些烟火血食，唯有如此，阿晓长大后才可以正常的娶妻生子。燕仲不仅带回一个儿子，同时还看上了哥哥小妾的妹妹，名叫香群，因此香群也随他回到了阳间，做了他的妻子。慢慢的，阿晓从鬼变成了人，还给燕仲生了孙子，算是为他延续了香火，而他也就不会变成孤魂野鬼了。等到燕仲80多岁的一天，妻子香群突然告诉他，自己要先去阴间准备准备，随后就不见了。从这个故事中可以看出，鬼在阴间是可以结婚的，不但可以结婚，也是可以生小孩的。故事里面关于鬼的小孩来到阳间的事情，
有理想的成分在里面。其实鬼在阴间的小孩轻易是不能来到人间的，即使来到人间，一般也不能正常长大，因为阴间的小孩是人死后的余气投胎的，他们不能继续投胎，所以他们的命运开始于阴间，也结束于阴间。阴间只不过是另一个世界而已，我们也不需要为它感到恐惧。无论你身处哪个世界，都只需要记得老实做人，行善举就足够了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就到这里了。如果喜欢我的内容，请点赞、关注、转发，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见。